嗨，我是 Stella。首先是谢谢网友 Ernest 留言许愿，才有今天的主题。本次影片，就算你不是房东，而是以一个房客的身份，也可以透过影片来多了解一些，说不定未来能说服你的房东。上次影片我们提到了租金补助，那这是租屋人可以享有的优惠。那但是房东呢？如果原本房东呢这个屋子没有在报税的，可是一旦他的房客申请了租金补助，他是要多缴税的，因为等于说他现在就是公布了他持有这方面的财产，之后就要公开透明的缴税，甚至有可能会被追税。当然啦，是不太建议原本就隐匿报税，因为如果被检举，而且有证据证明的话，追税是可以追到5年的。换言之，就是诚实报税才是上策啦。那你刚刚也听到了，就是会多报税。那这样房东是不是会降低让房客申请租金补助的意愿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你看啊，如果以房客的角度来讲，我租1年，然后我拿到租金补助1年，这样很好，没错。可是呢，房东因为如果原本没有报税的话，代表说他公布了这项财产以后呢，他就是要年年报税。好，假设来讲，房东呢他的1年净所得是110万。那他租一间房子，他算1万块好了，所以他的租赁所得是1年有12万。OK， 那并入所得税呢，它就是110万加这个12万，所以是122万。这个课税集聚呢，一下就从12%跳到了20%。不过，如果房东呢支持房客申请租金补贴，减轻了房客的居住负担，也就来到今天的主题。公益出租人，房东可以享有综合所得税、地价税、房屋税的优惠，这是利人又利己。那再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公益出租人吧，那就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将自己的房子出租给领有租金补助的人，那当然呢要经过县市直辖市主管机关核定，代表说你出租的这个房子一定要是你本人名下的，不可以是你的直系血亲，这些都不行。如果你想申请当公益出租人的话呢，申请的链接我已经放在留言处，进去以后记得下载申请书呢，填写好以后附上相关的附件影本，来双挂号的邮资寄回主管机关。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细谈一下公益出租人到底领有哪些优惠吧。再次强调，公益出租人就是把房子租给领有租金补助的人。这个租金补助呢，其实有很多项，不是只有我们上一次影片讲到的那个，它还有像之前有办过的单身补助，这些也都算哦，低收入户补助这些都有。那优惠我们就摆在这里。那这边强调一下，都是以门牌为计算的，所以如果说你有一间屋子隔成3间房间出租给3个不同的人，那没有办法，你还是只有1户的折抵额。那除了这些优惠呢，你可以在报税的时候将房屋的租金收入43%列为必要费用，不需要证明文件。如果你是采列举扣除额的方式，如果房屋折旧、修理费这些的，如果你的列举费用高于43%的话，那你的应纳税额会更低哦。因此，房东不用担心因为房客申请了租金补贴而让你自己的权益受损。那 OK， 既然我们都聊到公益出租人报税方面的问题了，那我们就来看看公益出租人报税需要准备什么佐证资料吗？原则上其实是不太需要的，因为每年2月都会提供给国税的机关，就是做一些更新。但是如果你是采取网络报税的话，记得申报种类要勾选那个租赁所得，才能享有刚刚所得税提到的每户1万元的那个优惠。那如果你是临柜报税的话，以防万一，你可以携带租赁契约和承租人的租金补助核定函。再来很重要的是，公益出租人的有效期间是怎么算呢？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日往前推到租约生效日最多1年，还有往后推到租约到期日最多1年，就是往前和往后就最多都是1年。好啦，听起来有点复杂，那我们举个例，假如签了一个约是106年的6月1号到109年的12月1号好了。假设在108年的7月1号申请补助通过了，虽然呢租约有3年多嘛，可是刚刚有提到往前往后推算都各1年，所以总计最多就是2年。依照刚刚的举例，公益出租人的有效期间就是107年的7月1号到109年的6月30，往前往后各1年。
再来，公益出租人适用的综所税的减免呢，是等到你的房客领到的补助金的那一年开始才算。所以说，如果你的房客今年去申请了，申请通过了，那他明年才会拿到补助金嘛，那你就是明年度的税额才会做减免。如果你是房东，但是就是真的很懒得处理这些事情，可是你有想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啊，又想要有税务减免的话，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委托给跟政府合作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服务业者，一样你可以享有房屋税、地价税、综所税的优惠。如果有人有兴趣想要比较公益出租人和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哪一个比较划算，或哪一个比较适合你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那当然，如果我今天有哪里讲错、讲不好，还有哪里需要改进，或者是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告诉我，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今天的影片你也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那别忘了，如果你还没订阅小铃铛的话，赶快趁现在订阅加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